位于印尼爪哇岛北部的阿拉斯罗拜森林，有一条频繁发生离奇车祸的幽灵公路，围绕它的恐怖传闻多到数不胜数。不少本地司机宁愿多绕几十公里山路，也不愿踏足这片邪祟丛生的灵异禁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印尼最新恐怖电影《岳林深处》。本片根据爪哇岛真实存在的骷髅公路改编而来，将当地流传百年的灵异传闻搬上了大荧幕。话不多说，点个赞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。某天晚上，男人骑摩托车路过罗拜公路时，车子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。幸好不远处有个还在营业的杂货铺，男人找好心的老板借来一把扳手，很快就修好了自己的摩托车。可就当他转身准备归还工具时，刚才的杂货铺竟然转眼间消失不见。男人早就听说过罗拜公路的恐怖传闻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发生在了自己身上。男人启动摩托车慌忙逃离，后座上很快就传来了银铃般的笑声。与此同时，前方不远处，一名又累又困的货车司机突然闯进了一片迷雾，紧接着他就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经验丰富的货车司机瞬间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想要加速驶离这片诡异的区域，结果却迎面撞上了同样心生恐惧的摩托车大叔。大叔被压碎头骨，脑浆流了一地。然而最为诡异的是，这场致命的车祸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没有血迹，没有残骸，没有车辆碎片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随后镜头一转，来到我们的女主西塔这边，远在外地的表妹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。此刻她正带着患有眼疾的女儿赶去那边。可惜的是，当两人来到车站时，却被告知今天的车票已经售完。票贩子看出了女人的急切心理，表示愿意绕路给他们送过去，不过要收取3倍的车费。西塔为了得到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不得已只能掏空了全部家当。可当司机得知要穿行罗拜公路时，表现得非常抗拒，但架不住票贩子的软磨硬泡。况且现在出发，很有可能日落之前就可以穿过罗拜森林。司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，决定冒险一试。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天路上的车辆特别多，这趟旅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夜幕降临时，车子也只是刚刚进入罗拜公路，大多数人早已迷迷糊糊进入了熟睡状态。唯一一个没有睡觉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们已经路过同一个标识牌2次了，很明显是遭遇了鬼打墙。被喊醒的车贩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急忙掏出1枚硬币递给对方，让年轻人扔到了窗外。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，据说可以买通沿路的饿死鬼，摆脱厄运。然而诡异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车前突然冒出来一个恐怖的长发身影，司机猛踩刹车，吓了大家一跳。男人强压下内心的恐惧，下车查看，只见车头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血手印，保险杠也凹进去一大块。司机以为撞到了行人，万分惊恐，急忙钻到车底下四处寻找，好在是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影子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撞到人却比撞到了人更加恐怖。车身上的血手印又是从何而来呢？车子出现了故障，一时半会走不了。恰好小女孩根迪斯想上厕所，西塔找司机借了一个手电筒，带着女儿缓缓走向了森林深处。小女孩只是眼盲，并非全瞎。恍惚中，她在前方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，以为是一同下车的乘客，也就没太在意。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一个小池滩，两人对此没有任何疑惑，径直走上前去，表示想借用一下厕所。老板给他们指明方向后，眼睛就一直没有从小女孩身上离开过，像是好奇又像是非常喜欢。随后西塔让患有眼疾的女儿独自走进了厕所。这时小池滩的屋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猴子，紧接着小女孩身后就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。西塔刚刚感觉到不对劲，根迪斯就一脸鬼笑走了出来。然而粗心的西塔并没有发现女儿的异常，路过小吃店时还接受了老板娘的邀请，带着根迪斯进去吃了点东西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老板娘那贪婪又极具占有欲的眼神。两人离开的瞬间，小吃摊消失不见。等他们再次回到车上时，原本稀稀拉拉的车厢早已坐满了乘客。
这些乘客一个个面如死灰，眼球泛白，很可惜他们看不到这些人的存在，母女二人的噩梦也就此拉开了帷幕。第二天早上，西塔成功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入职，一个类似于太平间主管的岗位。他跑来这里除了优厚的薪酬之外，最主要的是工作满1年后，员工家属还可以享受到 50% 的医疗保险，届时根迪斯的手术费就可以降到现在的1半。 Kerja 1 tahun, ada subsidi 50% dari rumah sakit untuk semua jenis tindakan, termasuk operasi mata. Ya nanti detailnya kamu tanyakan aja sama。救护车司机埃托和西塔的表妹是高中同学，这份工作原本就是他要介绍给表妹的，表妹不想出来上班，才转介绍给了西塔。这份特殊关系也让两人在后续有了更多的交集。下班路过菜市场的时候，正好有人在讨论罗班公路的闹鬼传闻。初来乍到的西塔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，只当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早已与这个恐怖的地方扯上了关系。表妹不仅给西塔介绍了工作，还早就给他们安排好了住处。西塔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，表妹反倒是乐在其中。她丈夫常年出差不在家里，如今有了外甥女根迪斯的陪伴，反而帮她驱散了独处的孤寂。两个女人说不尽的姐妹情深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根迪斯这边的异常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，西塔洗完澡刚从卫生间出来，就听到根迪斯跟表妹在房间里聊天，幻想着眼睛好了以后跟妈妈一起出去度假。不料就在这时，表妹突然出现在了身后，西塔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可房门被从里面反锁，怎么都无法将其打开。女人俯下身透过门缝朝里看去，果然在房间里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。可等两人好不容易撞开房门，只见根迪斯早已躺在床上安然入眠，房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的影子。Ini ada apa sih, Dek? Enggak。西塔也不知该怎么解释刚才看到的一幕，只当是自己一时着急看花了眼。第二天早上刚刚上班，医院就送来了一具扭曲变形的尸体，像极了被恶灵吸干血肉的骸骨。西塔好奇在哪里发现的这具尸体，送尸体过来的老奶奶凑到女人耳边。西塔从来没有向其他人说过自己看到白猴子的事情，这位老奶奶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随后他从埃托的口中得知，医院每年都会接收到几十具这样的尸体，根本无从寻找他们的家属，最后都是被送去了殡仪馆火化了事。而刚才送尸体过来的那个老奶奶名叫艾玛，是警方请来的灵异顾问。罗班森林经常发生各种离奇诡异的死亡事件，很多东西无法用科学解释，所以才请来了艾玛指点迷津。西塔表示2天前自己也曾路过罗班森林，巴士还出现故障抛锚在了路边。埃托闻言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Bis mogok itu bukan pertanda baik loh. Bangga lewat waktu malam kan? Karena perjalanan malam dilarang. Yang udah-udah pasti ada aja kejadian aneh. 短短几句话听得女人脊背发凉，也让西塔对罗班森林的恐惧骤然攀升。然而令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此时的根迪斯早已被林中的怨灵缠上，黑暗的邪恶力量正在一点点蚕食掉女孩的灵魂。时间再次来到了晚上，根迪斯又一次听到了那种窃窃私语的声音，紧接着房门自行打开，惶恐不安的小女孩喊醒了熟睡中的西塔。Mereka datang, Bu. Mereka siapa? Baunya busuk. 眼看根迪斯浑身冒汗，瑟瑟发抖，西塔只觉得是女儿发烧了在说胡话，慌忙起身去拿湿毛巾给她屋里降温。岂料西塔刚刚离开，根迪斯就看到一群恐怖的身影涌进了房间。西塔从厕所出来，就看到根迪斯走出了房间，不明所以的女人跟了过去。只见根迪斯直愣愣地站在客厅里，对着窗户发呆。可当我们把视角移到窗外，根迪斯的身后正站着一个头戴王冠的女人，正是之前他们在罗班森林中遇到的那个小吃摊老板。很显然，他是想把女孩带走。第二天早上，表妹拿出根迪斯画的那幅画给西塔看，女人看到后无比震惊，竟然是他们穿越罗班森林时的场景。直到此时，西塔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来到医院后，他第一时间找来埃托，侧面打听罗班森林中那个小吃摊的事情。岂料埃托听完后露出了无比震惊的表情。他在当地生活了30多年，从来没听说罗班森林里有过什么摊位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表妹发现根迪斯正在对着面前的空气喃喃自语。Gendis, kamu lagi ngapain?
Lagi ngobrol sama Mbak yang punya warung. Mbak yang punya warung. Di sini nggak ada siapa-siapa, sayang。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他们两个。根迪斯却说小吃摊老板就在他的面前，看到床上的洋娃娃，表妹以为他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，担心对方一个人会比较无聊。表妹主动提出想与根迪斯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小女孩非常开心地答应了下来。表妹蒙住眼睛，趴在墙上开始倒数，丝毫没有觉察到身后洋娃娃的异常。更加恐怖的是，一张狰狞的鬼脸一闪而过，差点把表妹吓出心脏病。可等女人回过神来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时衣柜门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动，明明看到根迪斯藏在了衣柜里，可打开衣柜却空无一人。紧接着根迪斯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，在房子里时隐时现，飘忽不定。表妹找遍了每个房间都没能找到对方，女人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她再也顾不得什么游戏规则，在根迪斯出现的瞬间冲上去抱住了对方，没想到却被根迪斯轻易推开，还因此弄伤了表妹的手掌。只见根迪斯双眼变黑，一脸狞笑，大声呼喊着自己不是根迪斯。还没等女人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，眨眼间根迪斯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下班后，表妹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表姐，但是并没有引起西塔的足够重视。当天晚上，根迪斯再次被幻象惊醒，可西塔依然偏执地认为女儿只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做了个噩梦而已。不料就在他外出打水的空档，一只可怖的鬼手直接将根迪斯拉入了幻境之中。幻境中有个小木屋，还有个女人不断地向根迪斯招手。女孩以为是自己的妈妈，便走了过去，可走近之后才发现对方竟然是一具干枯的尸骨。紧接着那个头戴王冠的女人再次现身，她表示自己可以治好女孩的眼睛，但是作为回报，根迪斯必须留在这个空间陪着自己。女孩的尖叫声引起了西塔的注意，他来到女儿身边，根迪斯依旧叫个不停，因为在女孩的眼中，满屋子都是面目狰狞的恶鬼。西塔终于意识到迪斯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，但仅仅是从村里找了个蹩脚的三流巫师，帮女孩做了个简单的净化仪式。埃托得知情况后非常生气，他深知罗班森林的危险，仅靠这些所谓的驱邪圣水根本没用。原来埃托的妻女也是在夜间搭乘巴士穿越罗班森林时失踪的，直到1个月后搜救队才发现了母女2人，不过早已变成了2具冰冷惨白的尸体。就在他们说话期间，那个头戴王冠的女人再次出现，这次她直接把女孩的灵魂带到了罗班森林。根迪斯一个人坐在巴士车里，车外围着无数个被困死在这里的恶灵。女人以此向根迪斯施压，只有自己才能保护她的周全。女孩被吓得嚎啕大哭。现实中的西塔也很快发现了女儿的异常，眼看形势危急，埃托急忙带着他们赶去了一个名叫姆巴雷乔的大师家里。大师一眼就看出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试图带走根迪斯的灵魂，对方似乎也觉察到了大师的存在，借用根迪斯的身体向大师传话，威胁他不要多管闲事。大师不慌不忙将手掌按在根迪斯的额头，配合着咒语将恶灵赶出了女孩的身体，但对方并没有就此离开，而是转眼间钻进了表妹的体内。Pergi kamu dari tubuh anak ini. Pergi. Bukan tubuhnya yang harus dikhawatirkan. Pulang kamu ke asal. Pulang. 眼看对方这么嚣张，大师急忙念诵古兰经，借助真主的力量赶走了恶灵，但他自己也因此受了重伤。随后他告诉众人，那个头戴王冠的女人是阿拉斯罗班森林的守护之神德维拉拉斯，自己的法力根本不足以与对方抗衡，只能暂时将他击退。想要救出根迪斯的灵魂还要另请高明，但怨灵从来不会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当天晚上回到家里，西塔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可开门以后外面却空无一人。原来只是女人的一场噩梦而已。然而惊醒后却发现女儿并不在自己身边。此时根迪斯正坐在客厅里画画，内容正是西塔见过的那只白猴子。女孩一边画画一边抽泣，西塔刚想上前安慰，根迪斯却脱口而出妈妈不爱自己，还嫌弃自己是个瞎子拖累了她。
不等女人做出反应，根迪斯拿起铅笔戳瞎了自己的眼睛。原来这是一个梦中梦，但诡异的是，根迪斯手中却紧握着一个纸团。西塔打开后惊恐地发现，正是刚才看到的那只白猴子。这又是罗拜森林的一个恐怖传说。据说白猴子是罗拜森林的千回使者，看到它就意味着会被诅咒缠身恶灵索命。第二天上午来到医院，又发生了一件令西塔震惊的事。当时与他们深夜穿越罗拜森林的那些乘客竟然全部失踪，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了无音讯。今天早上才刚刚找到巴士司机的尸体。西塔顿时心乱如麻，如坐针毡。最后还是在埃托的建议下，他们决定去找警方的灵异顾问，精通罗拜森林古老传说的艾玛夫人寻求帮助。艾玛一眼就看出根迪斯是被夺走了灵魂。我们也从女人口中得知了罗拜森林的秘密。曾经的罗拜森林是一个人类不敢踏足的禁忌之地，后来有位大师与这里的守护神签订了互不侵扰的和平契约，才得以开辟了那条著名的罗拜公路。但这份契约并没能维持太久。在葡萄牙殖民印尼时期，这片森林被当成了抛尸之地，无数具冰冷的躯体随意丢弃在幽林深处，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。目睹了人类的冷漠与残忍，原本温柔善良的森林守护女神德维拉拉斯彻底被愤怒与怨念吞噬。她开始疯狂报复深夜路过此处的人类，用坏镜编织温柔的陷阱，将这些人拉入自己的诅咒世界。想要救出根迪斯，就必须在7天之内再次深入罗拜森林，与守护女神达成和解，才能逃出升天。一旦超过时限，即便大罗神仙来了也无济于事。而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仅剩下了最后一天，担心再去一趟只会让女儿的情况更糟。西塔当即回绝了艾玛的提议，带着根迪斯回到了家里。岂料当天晚上再次发生意外，小女孩莫名其妙晕死了过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即便送到了医院，也查不出来任何问题。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，艾玛赶到了医院。Dia semakin jauh, waktunya semakin pendek. Kalau kamu nggak mau kehilangan dia, kita harus segera kembali ke sana. Semakin lama, semakin sulit untuk diselamatkan. 说话期间，根迪斯再次抽搐不止，眼看情况越来越糟，西塔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偏见，带着女儿一路疾驰回到了罗拜森林。就在他们当时看到小吃店的位置，艾玛带领着几个巫师助手设下法坛，焚香祈祷，祈求守护神打开现实与幻境之间的通道，让根迪斯的灵魂回归肉身。但很显然，这个提议遭到了对方的拒绝。看着奄奄一息、命悬一线的女儿，西塔当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要进入守护者编织的幻境救出女儿。艾玛看他态度坚决，愿意以身犯险，当即教了西塔一段咒语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场景瞬间有了变化，西塔竟然成功进入了困住根迪斯的异度空间。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整片森林都被包裹进了这个空间。想要找到根迪斯如同大海捞针，女人只能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撞，时不时还会遇到被困在这里的怨灵贴脸开大。意识到西塔的情况越来越糟，艾玛赶忙让埃托去请那位大师的后人。幻境中的西塔刚刚回过神，就看到身后有辆巴士朝着自己冲了过来，他慌忙起身奔逃躲避，但最终还是2条腿没能跑过4个轮胎。但好在车子只是一道虚影，即便被撞到了也没能造成任何伤害。转眼间脚下的道路变成了一堆枯骨，守护神就是想借由重重的惊吓把女人搞崩溃。恰在此时，那位大师的后人赶到了现场，他们一边要让现实与幻境之间的通道保持敞开的状态，一边想方设法给幻境中的西塔引路。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，西塔终于在夜幕降临之际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哭泣声。他循声看过去，发现了一个孩子的身影。女人没有丝毫犹豫，将对方拥进了怀里。可等对方转过身来，才看清楚，竟然又是一个被困在这里的怨灵，手里还捧着一对血淋淋的眼球。西塔被吓得慌忙逃离，强撑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继续寻找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跳出来一只凶猛的老虎，老虎并没有扑上来，反而转身走向了一边。西塔马上就明白这是在给自己引路，急忙跟了过去。很快他就在小池滩那里见到了女儿根迪斯，但现在还不是母女情深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空间，回到现实。两人跌跌撞撞来到入口处，西塔让女儿紧闭双眼，抓紧自己的手腕，本以为睁开眼就可以回归肉身，岂料等了很久都没有丝毫反应。西塔再次睁开眼后，才震惊地发现守护女神已经再次控制住了根迪斯。她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女孩，势必要把她留在自己身边。
无计可施的西塔只能跪地求饶，他愿意生生世世为奴为仆，留在这里任由守护神差遣，只求对方可以放过自己的女儿。或许是深沉厚重的母爱撼动了守护神冰冷的内心，或许是纯粹无瑕的良善令他窥见了人性的本真，亦或是母女相伴的细碎温情唤醒了他尘封已久的悲悯之心。片刻过后，根迪斯回到了现实世界，而西塔则永远地留在了这里，再也没能醒过来。电影的最后，根迪斯通过手术恢复了100%的视力，可他手术后第一个想要见到的人却再也没能出现。本片虽然披着一个恐怖电影的外壳，可讲述的却是伟大无私的母爱。恐惧与邪祟皆会在浓烈的母爱面前退避三舍，世间再凛冽的怨念都抵不过母亲保护孩子的一腔孤勇。再好的解说也难以展现原片1/10的精彩，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，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